皇兄在我重生后，果断地与我交换了未婚妻。他表示，美艳女将军已经交由你处理。我迎娶了柳如烟这位郡主。在前世，皇兄娶了一位美丽的女将军。然而，他没有料到自己会与军营里的男人日夜纠缠起来，让皇兄成为全城人的笑柄，最终失去了继承皇位的权利。我和柳如烟结为夫妻后，我们关系非常融洽。柳大哥依然是高中的状元，全力相助我登上太子之位。从那时起，我的皇兄就对我怀有仇恨，趁我疏忽之际，突然出剑将我刺死。当我再次睁开眼睛，发现自己回到了父皇指定的那个结婚的日子。这一次，三皇兄突然改变主意，先一步选取了郡主柳如烟的同心玉佩。我会成为这一世的太子。老四得意的在我耳边吹嘘。我方才得悉他已获得新生。皇后心中感到意外，女儿，我听说你早就对宋家女将军倾慕已久，怎么会这样？三皇兄的清朗声音突然响起，母后笑着说道：“当年的郡主柳武倾城，儿臣一直都是倾慕的对象。”皇后大为惊讶，而爱情的脸上也露出了一丝疑惑。他们是亲生母子，皇后曾属于将军府，权势显赫。三皇兄得意的扫了我一眼，声音坚定的说道：“父皇母后，儿臣心意已决。”皇上意外挑中了妹妹，三皇兄身为长子又是嫡子，对于世事的竞争总是力争上游。这次选婚仪式，将军府的支持无疑将是巨大的助力。然而令人意外的是，三皇兄竟然选择放弃将军府的支持，而是选了异姓王柳家的郡主，这个选择毫无实权。我和三皇兄一起从宫殿走出来，来到了宫门口。三皇兄的嘴角笑意难以掩饰，他走到我身边，眼中闪烁着疯狂和得意。四弟啊，这次该由我来接替太子之位了。前两位皇子早已婚，而三四皇子已年长成人，成为太子之位的最佳人选。这次的婚姻赐礼对他们来说就像是壮大自己的羽翼一样。三皇兄身为长子又是嫡子，自然对太子之位势在必得。于是他抢先拿下了将军府嫡女宋景的匕首，并夺走了宋景，将将军府的势力纳入了自己的麾下。我只能迎娶无权的柳王府郡主柳无烟。成婚后，宋景专心研究兵法，沉迷于军队事务，完全不顾一个妇女应有的三从四德。宋家野心勃勃，不仅让皇兄成为整个皇城的笑柄，甚至还想架空他，将其变成将军府操控朝堂的傀儡。与柳如烟结为夫妻后，他展现出了温柔聪慧的一面，见识颇为不凡，为我提出了许多有关朝廷的策划，让我赢得了父皇的欢心。柳如烟的兄长科举有功，官拜内阁，成为我的一大助手，最终将我推上了太子之位。三皇兄原本拿着一手好牌，却打得稀烂，最终成了我的手下败将。在我册封太子的典礼上，他含恨杀了我。我望着三皇兄离去的背影，心中情绪波涌。他只知道我们上一世斗得不可开交，却不知道真正让我疲惫不堪的是我所谓的岳家和我的心上人。我对柳如烟郡主并无爱意，她嫁给我时满腔怨恨，这一事实让我感到更加困惑。我微微一笑，有着将军府这么强大的支持，你为何还要选择接手柳家那个麻烦的项目呢？既然如此，我很期待看看你将如何从柳家这个险恶的局面中解脱出来。在结婚当天，我机械地完成了所有礼仪，仿佛是上辈子经历过的婚礼一般。不同的是，这一次我迎娶的对象完全不同。当我揭开面纱时，眼中闪过一丝惊艳。众人接到将军府之嫡女宋景如男儿般游走军中，然而身着嫁衣的她却展现出既英气又美丽的风采。三殿下宋景略感紧张，毕竟他亦曾听闻有关自己的流言。哪位男士会愿意娶一个长期与男子为伍的女子呢？我们在烛光下分享了合卺酒，我看见她那双美丽的眼睛，微笑着说：“你不必拘谨，你从未是那种会被掩埋在深闺后院的女子。”三皇兄因娶宋景后感觉丢脸，态度十分恶劣，婚后不到1年就纳了2位侧妃，对妻子冷若冰霜。我知道宋景的才华不应该被埋没在家里，他愣愣地看着我，眼中似乎闪烁着泪光。第二天，我和宋景一起去向父皇和皇后请安。将军府的庶女成了我的四皇子妃，令人意外的是，他的儿子却不予接纳他。他表现得冷淡而漠然，只是随意与宋京交谈几句，然后就把我们打发了出去。在御花园里，我偶遇了三皇兄，他眼底泛着淡淡的乌青，脸上透露出一丝疲惫。当他看到我时，眼中闪过一丝坚定之色。我温和地注视着他，说道：“看起来皇兄对我先行选择的妻子并不太满意。”三皇兄开始生气，最终却笑了起来。这又有何不可呢？感情纠葛从未重要，真正关键的是最终谁能占据那个位置。上一世柳如烟恨我，这一世柳如烟该恨三皇兄了。柳如烟早已心有所属，这段婚事是柳王逼迫他答应的，所以新婚的第一天，柳如烟就不让我碰他，把我赶到书房。至于夫妻之间的恩爱，那只是为了给别人看的。三皇兄并不在乎柳无烟的感情，他只在乎名誉和岳家的支持。他暗示柳王和舅哥对他言听计从，只有我们2个知道这一点。至于四弟，他注定会被野心勃勃的将军所利用，最后一无所有。我微笑回答道：“好吧，我会看看你所谓的乐家是如何帮助你的。”婚后，三皇兄在朝堂上地位稳固，柳王依然保持权势。当他娶了柳王的郡主后，父皇更加放心，对三皇兄更加看重。柳松是三皇兄舅哥柳王的亲生儿子，在科举考试中脱颖而出，成为新晋状元，备受皇帝宠爱。可以预见，柳松将来必然担任重要官职，甚至进入内阁任宰相，这对三皇兄来说是莫大的助力，自然让他欣喜不已。上一世我能够成为太子，但却无法摆脱在朝堂上受到的干扰，这位仍在政治上搅风搅雨。上一世柳松掌握着大权，通过结交柳王和周围老臣党来巩固我的基础，而在这一世，一切都成了三皇兄的。朝廷上对三皇兄的倾向比对我要浓厚得多。三皇嫂柳如烟在太后七旬寿辰上表演了一曲祝寿舞，令太后大感欣喜，也深得父皇喜爱。相反的是，我和宋景则成了皇城的笑柄。宋景最近频繁在军营中过夜，忙得连脚步都带着泥土。作为一位皇子妃，竟然出现在男兵之间，引来了皇城里诸多议论和谣言的指责。就凭这样一个不争气的将军府，
我怎么可能让他夺走我的太子之位？就算皇后都这么说，圣者的忠告让我警醒，谨防宋璟混淆皇家血统。听完这番话，人们都嘲笑我，我羞愧难当。我只是淡淡的瞥了他一眼，就因为对皇子妃不敬，便下令鞭刑50，以儆效尤。没有人料到我对宋璟的看法会如此之高，所有人都说三皇兄的家庭和睦，妻子贤惠，家庭美满，堪称楷模。然而我却娶了一个完全不符女子道德规范的妻子，她怎么能成为全天下女性的楷模呢？回到府邸的晚上，宋璟依然在书房里埋头写着什么。看到我，她疲惫的脸上露出一丝微笑，柔声称呼我为殿下。浏览着专案上的图纸，我心中颇为震撼。宋璟整理了一下头发，笑着说道：“每年战士对马匹的需求都非常大，我在考虑是否有办法延长马匹在战场上的寿命。”我看着图纸上用铁制成的与马蹄相似的铁鞭，手心微微出汗。没想到宋璟竟有如此出色的军事才能。面对我默不作声，他似乎在思考最近皇宫中的谣言。宋璟宇的妻子情绪不稳：“殿下，这些日子我一直忙得手忙脚乱，失去了分寸。我保证不会再出现这种情况。亲爱的夫人。”你轻轻地抚摸了她柔软的秀发，心中涌起一抹温柔。无需犹豫，你想做的任何事情，尽管去做吧。我说道，承诺支持他的每一个决定。最近三皇兄的威势日益高涨，行事举止已经几乎与太子无异。据说许多官员都竞相推荐自家家中有才貌的女儿进入三皇子的府邸，希望能成为他的侧妃。如果这样做不成，也可以等待三皇兄登基后封官方妃子。三皇兄婉拒了所有人，他笑得很开心。一个男子汉怎能被爱情的柔情所束缚呢？何况郡主贤良，他能很好的管理后宅。皇城中人人都在赞美三皇兄的深情和贤明，他颇具圣祖之风。一眨眼，又到了万朝来贺的日子。这些年来，我朝收复了中原，周边的一些小国也成了附属国，每年都要前来朝贺，表达他们的忠心。在父皇挑选接待使臣时，众人无疑都推荐三皇兄，因为长久以来能够接待前来祝贺的使者大多是太子。上一世，皇兄因宠幸过度而导致妻子被杀，闯入将军府，引发了一场骚乱，最终受到了父皇严厉的惩罚。我自然会将这个职务纳入我的囊中。这时，三皇兄毫不谦卑地接受了这一职责，这也反映了父皇的立场。朝廷内部人人皆知，纷纷巴结着三皇兄。三皇子虽年轻，却是人中龙凤。果然，殿下最受圣心宠爱。兄长轻松地对付了诸位大臣，然后在玄武门前拦住了我。四弟，怎么样？被人抢了东西的滋味不好受吧？我不对，这本来就是该属于我的，太子之位也是。三皇兄的目光突然变得阴狠起来。老四，上辈子你让我在万朝来贺的朝宴上丢尽了脸，这一次看我怎么收拾你。我忽然记起，那次是我和三皇兄相互算计，他在朝宴上被我捉弄得面子尽丧，看来这次他一定会寻机报复。我轻轻抖了抖袖子，看着他那充满怜悯的目光，语气淡定地回答道：“上一世也是三哥先陷害了我，弟弟不过是在进行反击罢了。不过我曾劝导三哥少做一些害人害己的事，这个世界上并没有后悔药可买。”三皇兄说完狠话，附着高昂着头，气势十足地离开了。我知道他绝不会善罢甘休，但我也有点同情他。既然我已经说了这么多，他偏偏要在众人面前自毁前程，我也束手无策。每年各国都会前来致贺，作为宗主国，我们总是举办比武宴，旨在展现我朝的力量，促使附庸国自愿归顺。然而这一传统逐渐演变成一种潜规则，唯有在比武宴中获胜者将来当上太子时，才能赢得附属国的支持。因此，在比武宴中取得胜利，不仅有利于我朝政府的面子，也会讨好君王，并赢得附属国的支持。在上次的比武宴上，三皇兄居然将我的马换成了一匹病马，对我十分不屑。我用同样的方式回击他，将黄金撒在了他赛马的必经之路上，导致他摔倒在马下。最终，我成为了比武的胜利者。这一世，三皇兄身负接待使臣之责，他在贺使臣到来之前，先行展示了亲切的态度，以赢得他们的好感。比试当天，战鼓声震，士气高昂。我和兄弟一同参加赛马比赛，穿越重重障碍，绕猎场1周，率先回到起点的将获胜。黄三子文武双全，实乃稀世奇才。大秦皇帝有此2位英俊儿子，我朝着石蒙天佑之庇佑。听着使臣的恭维，三皇兄朝我露出一抹势在必得的笑容，率先策马而去。我骑在马上，听着耳边烈烈的风声，心中思绪万千。我已经看不清三皇兄的人影了，我知道他必定会落后我。看我怎么穿过他布满黄金的路。我轻轻勾唇一笑，他不知道，我早就做好了万全的准备。再来一试，他还是我的手下败将。我已经跑了将近2个小时，离起点很近了。终于，我看到了那片金黄色的地方，上面长满了锋利的刺，足以刺破马蹄，让马无法继续奔跑。此时，三皇兄不知道在哪里，准备观看我的表演。当我靠近那块黄金时，我屏住呼吸，毫不犹豫地骑马穿过那片荆棘。马匹没有发出一丝声响，稳健地通过。看着地面上被踩平的黄金，我微笑着，同时听到身后急促的马蹄声。回过头去，我看见三皇兄惊讶的表情。他策马靠近那片金黄色的地方，却因为没有及时勒马，马蹄踩入了荆棘。上一世发生过的情景瞬间重现，马受到疼痛的刺激，变得狂躁不安，将三皇兄甩下马背。三皇兄在梦中受到了惊吓，醒来时口中仍然念念有词：“你是不是害我老四？”云儿，皇后打断了他的话，以免他说出一些不应该说的话。父皇的脸色也变得难看起来。众人心照不宣，三皇兄文武双全，才华出众，家喻户晓的骑射高手，备受父皇器重。他被派去接待使臣，备受期待。众人料想他必赢比武宴，却没料到我夺魁，令三皇兄摔断一条腿。通过反复调查，揭露了在比武场散布黄金的罪魁祸首是三皇子府的一名仆人。尽管他承认犯罪是因为对三皇子的不满，最终选择了自杀，但聪明的人都明白事情的真相。父皇也留意到了我马匹蹄下镶嵌的东西，
他询问那是什么。我轻声回答皇帝陛下，这是四皇子妃设计的，名为马蹄铁。我向大家详细介绍了马蹄铁的用途，并进行了一番演示。父皇脸上露出喜色，因为这东西一旦投入战争，就能大大减少战马的损失。父皇亲自上马实验，连连称赞：“老四，这就是你的皇子妃研制的，给你一份赏赐。”皇城风云骤变，一阵赏赐如潮般涌入四皇子府邸。宋景蒙受了父皇亲自的赞赏，老四家果然传承了当年亲娘子的风采。我在比武宴中获胜，成为众人热议的焦点。人们纷纷猜测，皇城的势力可能将经历一场巨大的改变。三皇兄在比武宴上不仅失去了面子，还摔断了腿，导致短时间内无法活动。甚至他的舅哥柳松也对他感到极度失望，在朝堂上从未为他说过一句话。柳如烟更是选择闭门不出，使得三皇兄成为了皇城的笑柄。我家门庭热闹非凡，宾客如云。然而，有些官员以我与宋景夫妻不和的名义，频频派歌姬前来献殷勤，试图拉拢我，但我毫不留情地将他们一一拒之门外。宋景注视着那名妆容浓艳、腰身柔软的歌姬，他双手捏着手帕，似乎欲言又止。殿下，您是否明白我的心意？我抬起头询问宋景这句话的含义。宋景轻声说道：“殿下若需更多侍女侍奉，妾身会在适当时选几位清白的姑娘入府。这些歌姬总显得不太合适，我看着她们就觉得小心翼翼，不禁失笑。”我将她们搂在怀中，轻声说道：“不需要太多，一生一世，只要有你就足够了。我宠辱不惊，不骄不躁。”如此过了大半年，三皇兄的腿康复了，他还向父皇带来了一个好消息：柳如烟怀孕了。这将是父皇的第一个皇孙，谁能先生下，必将得到父皇的欢心，并在日后夺储之争中多了一个筹码。父皇意外地感到欣喜，立即剥夺了三皇兄的权利。当我听到这个消息时，我看着棋盘上激烈对战的黑白棋子，微微一笑。但是我不确定到底是谁会卷入皇室血脉的混乱。在这股东风的推动下，柳松和柳王等老臣党为三皇兄说了几句好话，使他获得了许多关键官职。三皇兄的势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，而我和宋景则再次处于风险之中。三位皇子的妃子都在同一天结婚，结果他们都怀疑自己的孩子是否属于皇子，而四位皇子的妃子却一直没有任何动静。原来这四位妃子整天都和其他男人在一起，甚至怀了四皇子的孩子也不敢承认，这真是出乎意料。宋景听到了这些流言蜚语，于是他的哥哥宋承约邀请我去将军府聊一聊。宋承是将军府唯一的男子，他为人正直刚毅，让我感到有些意外。他毫不拐弯抹角地说：“小妹已婚2年，却无所成。若您想要拓展家族，将军府也毫不抱怨。”我注视着面前的男人，意识到他们正在以退为进。虽然我感到内心不安，但不要让宋姐陷入困境。三皇兄常误以为将军图谋非分之想，欲削减其权势，实则三皇兄专注私事，纵容宠妾忤逆政事，冷漠政务。他在战事中频频牺牲将士，使将军府心寒。将军府再也不需为其卖命。说到振兴，将军府绝对忠于景氏皇朝。看到宋承那样的表情，我心中渐生孤寂之感。